今天给大家画调频，再画4条频，4条频是4尺的调频。好，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构图，画个淡雅的4条频。好，我们把这个中线位置找到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花，我们画在哪个位置？首先，我们花肯定是要画到我们的这张纸的这个黄金位置。黄金位置基本上是在这个中线。黄金位置我们在课程里面有讲哈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个中下这个地方来画一朵花，然后这个地方下面再藏一朵花。这个花在上面哈，这个花在下面一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，第二个层次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画一个花苞，枝干从这里出来，这里可以出2条枝干。我们这里有长的枝干上去，上面可以来一个花苞，这里也可以来一个花苞。这些地方会画一些叶子，下面会有一些叶子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构图。2朵花在一起的4条频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啊，假如说这张纸是一个4尺的纸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4尺的纸，这里是130、138，这里是69。那么你把4条频这样子竖着裁，明白吗？把这个4条频往中间裁，那就裁成了一个什么？裁成一个34.5，还有这个长还是138，裁成了两个这样子的调频，这个就是一条频。那么我要画4条频，就要2张4尺的纸，2张的4尺的纸就可以裁成4条频，4尺对开的。好，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构图。那我们今天这2朵花，第一朵，这个是第一朵哈。第一朵花我们画一个黄色的，画一个这个摇黄。然后我们的第2朵的话，画一朵这个粉色的玫瑰红之类的，让一朵黄色的配一朵这个玫红色的，它这个颜色会搭配的很漂亮。我找了2朵花啊，那2朵，一朵这个是黄色的，这个黄色当然在这个照片里面看着有点白，它其实比较黄，我们可以把它画黄一点。为了这个颜色可以画黄一点，因为我这个4条频全部是有淡色的，另外还有1条频它是也有这个黄色的，土黄色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朵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微黄一点，让颜色有点区别。那下一朵我们就可以再淡一点，让颜色不要每一朵不要一模一样的，因为你即使去看这个真实的话，这种颜色上也会有一点点微微的这个区别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画这2朵花。我们先画这一朵，看一下我们用什么颜色。看一下我们用什么颜色。第一朵来分析一下第一朵的这个颜色。第一朵花我们可以这样子哈，画一个绣球形的，上面是一些碎花瓣，下面会有一些这种大花瓣。这个是我们把它分为3层去画，第1层、第2层、第3层。那第一层的这个它的特征，第一层是花瓣是小的，然后物象是虚的，颜色是比较浅，相对于这朵花来说比较浅。当然这一朵花整朵花它都是比较浅色的。然后第二层它花瓣也是小的，但是物象是实的。颜色呢？颜色相对于这朵花来说，相对于深一点。
当然它整朵花都是比较深的。第三层它的花瓣肯定是不一样，3层的花瓣是大的，而且大的特别夸张，跟上面的小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对比，这种强对比出来的这种效果会更加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感更加好。花瓣是大的，物象也是实的，颜色也是深的啊，颜色也是深的。虽然说是整朵花都是比较浅色的，这个是它的一个特征。我们待会儿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一层层的画。我们首先一般都是画这个第二层，画第二层。然后颜色呢，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朵用什么颜色。底色还是用这个太白加3绿。现在大家用颜色可以自由一点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你想用什么颜色，出来一种什么样的效果都可以，不一定说一定要用跟我一模一样的颜色。好，底色是太白加3绿，然后我们第二个用什么颜色呢？用一下这个，用藤黄和赭石，也可以用点鹅黄啊。藤黄、鹅黄、赭石。好，我们用这个藤黄和鹅黄还有赭石。赭石。藤黄、鹅黄、赭石，这个是写一下啊。鹅黄，以前有的时候用的是珠标哈，用珠标也可以，没有鹅黄用珠标也可以。赭石，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墨，或者是黑色，就是你有一支黑色的颜料也可以。好，这个是第一朵。那我们的第二朵的话，它是这样子，它是一个有一点点侧面，有一点点往这边侧，它稍微有一点往这边侧，往上，往这个右上的这个方向。花心在这里，花心在这里。然后这些花瓣，它是一个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朵花，看一下这朵花，它是一朵盛开的常规型的，比较长一点的花瓣，花瓣是往四周走，它的花瓣没有那么清晰啊。就是这一朵就是一朵常规型的，正面有一点点侧面啊，有一点点侧面。当然这边的花瓣比较碎，我们这边的会比较碎一点点，然后这边的花瓣会比较大，所以说我们也要一样的画这个花瓣一样的有这个大小，花瓣要有大有小。然后呢，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，中间这一块是不是比较深，外面这比较浅，所以我们调色的时候，我们至于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笔上的颜色要由深到浅，然后我们画中间的时候，我们要颜色要深，所以说颜色上有深有浅。然后物象呢，物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是不是看起来比较虚，这里比较实，这里比较实，这里比较虚。那你看我们自然界就是这么，它自然界好像就是一幅画，它自然就有这种虚实的变化，在这种自然环境和阳光的照射下，它就有这种虚实的变化。所以我们去画的时候，当它这个变化已经很好了，我们就照着它画，然后我们需要去改变的就去改变，需要有共同点，我们需要去把它去掉就把它去掉，然后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下来。好，物象有这个虚实的变化。好，这个是它的一个特征。我们要画的时候要注意，要想到这些地方这些点，不要把一朵花全部给它画实了。
那么一朵花全部画实了，这朵花肯定就失去了一定生动感。然后颜色我们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朵花，大家可以分析一下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跟这个颜色一样的颜色，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分析。你们看到这朵花看到了什么颜色？这朵花可以按照这个实物的颜色去画。其实最常规的颜色就是，如果真正想按这个颜色来画，它就是玫瑰红、曙红胭脂，就是玫瑰红、曙红胭脂，或者是玫瑰红直接胭脂也可以。好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粒啊。到最后也会加胭脂，然后呢，第二个我们用玫瑰红，用玫瑰红用玫瑰红和胭脂两种，就玫瑰红和胭脂两种颜色吧，不要用太多颜色了，就玫瑰红和胭脂两种颜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朵的这个花型和这个构图就分解这么多，开始画我们今天的这一幅作品了，好不好？